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特别的话题，相亲分析师。你听说过他们吗？在这些分析师的小黑板上，经常写着一句话：这个男人、女人能嫁娶吗？其实，这更像是在问，投资这个男人、女人会赚还是会赔？将人放在货架上，待价而沽，对于现代的相亲男女来说，这并不陌生。从今年4月开始，社交平台上涌现了一批被称为相亲分析师的博主，他们对观众发来的相亲对象进行详细的条件剖析，找出潜在的问题，并解释为什么这个人不能嫁。短短1个月，这些相亲分析师就能轻松积攒40多万粉丝。相亲分析师的出现，不仅反映了现代人对婚姻的慎重态度，也揭示了相亲市场的竞争激烈。通过他们的分析，我们或许能更清楚地看到，选择伴侣时我们到底在乎什么，又在避开什么。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带给大家一些新的思考和启发。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这让 MCN 机构看到了商机。招聘相亲分析师的广告上写着：不求丰富经验，只求普通话过关，月薪1至4万。这些相亲分析师的分析方法有点像应付考试，首先审题，然后强调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没说什么。如果没提体重，那就是胖，只说 BBA， 德系3大豪车统称，不具体提宝马、奔驰，那大概率是奥迪。分析师们紧接着提炼条件，顺藤摸瓜，做生意的基本上烟酒不离手，跟父母住的说明离异有孩子，有车没房的多半是个海王。最后他们还会用上公式低5减4，比如声称自己身高184厘米的人对应低5，通常实际身高只有180厘米，而说自己170厘米的对应的是减4，实际身高大约是166厘米。身高往下推算，年龄则往上推算，今年33岁，说明他起码已经34岁了，甚至可能超过35岁。就像3年相亲，至少需要考5年模拟。这些分析方法在相亲市场中迅速走红，反映了现代人对婚姻的严谨态度，同时也揭示了相亲过程中的种种潜规则。婚恋中介也想不到，相亲这碗饭突然从反方向变得抢手起来。拆穿你写在资料库上的体面，就是一次小型的胜利。给出已知条件，问如何得出这个男人不能嫁，这个女人不能娶，谁配谈恋爱？透过现象看本质，对每个陌生人所罗列出来的好条件保持充分怀疑，这是相亲分析师的日常工作。比如27岁，有一辆保时捷，准备开医院，父母退休，婚后买独立婚房，从这5个条件得出，里头肯定有猫腻。年纪轻轻就父母退休，说明是农村出身，父母要么在务农，要么是无业游民。婚后独立4个字暴露出，其现状极有可能是与父母合租，有带娃需求，离异了。用既非卡宴又非帕拉梅拉的保时捷来包装自己，极有可能是找人接盘，投资他还没开的医院。以上拆解完毕，完美闭环。从避坑的思路看，分析师的工作好像没什么毛病，先把对方往最坏的方向猜测，以规避冲动往上铺踩空。但痛快归痛快，10几个视频看下来，还是隐隐感觉到不对劲。因为这种倒推逻辑太容易被复制了。离开学校了，依然得听老师敲黑板，画重点，背公式。碰到相同案例时，不同分析师会说出几乎一模一样的句式。做生意迎来送往，酒色财气不分家，父母管教严厉的瘦子，很可能有抑郁症正儿八经的男人，不可能研究星座，连提供的证据都是同一套话术。客户说了，却是200多斤后面得到证实，有2个女儿，雷同得像批发的真相。信不信得过还是其次，毕竟有人能帮忙抽丝剥茧地指出破绽，也不失为一种结婚冷静的办法。可是这些边际效用越来越低的车轱辘话渐渐画地为牢了。
用套话去拆解套路，结果是陷入新一重套路里。在这场大型教学中，对收入的羞辱，对学历的歧视，对单亲家庭的污名化，都是明晃晃的。有孩子还离婚，人品一定存在问题，只标注本科，大概率是二本或者专升本，31岁了，月收入才6000块钱，能力太差，父母都是高中老师，鸡娃氛围严重，婆媳关系有90%都是紧张的，只说单位不说职业，约等于合同工、中介、外包，如此种种组合成明确的中国式相亲鄙视链。排斥低文凭，对优绩主义深信不疑，收入、职业、车子、房子、彩礼都体现了你这些年有没有努力，把离异群体圈浸在一种刻板印象中，不欢迎高龄，甚至具体到不欢迎创业的和做工程的，最多是大专，说不定高中还没毕业，言外之意懂得都懂。择偶时有个人偏好可以理解，可相亲分析师却使它加速演变成所谓广泛的共识，而且高度标准化。鄙视链底端的条件一出现，主播和弹幕就会空前的默契，结论根本不需要刻意挑明，因为懂的都懂。社会有时会被拿来当作类似精明的形容词，形容一个人能辨别出大部分人都没有看到的陷阱。相亲分析师比拼的就是谁更社会，他们站在黑板前圈圈画画，演绎一个权威主体，单方面输出知识点，对不那么社会的人进行说教。你以为是个优质股，其实砸手里没人要，天真啊，很容易掉坑。为了解释这一个个坑，所有人开始严密的计算倒推，如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用大量可测量的生理和社会属性组装出爱的对象。身高扣几分，家底又补回几分，学历减掉几分，户口又加上几分，择偶这件事最终被修剪成几个条件，逢人就要对齐，看你到底配不配。2022年10月11日，成都人民公园的相亲角。从这个角度看，相亲这件事含有动作，不含有感情，仿佛一个市场行为，只允许赚，没有人赔得起。相亲分析师的小黑板上那句"这个男人女人能嫁娶吗"，更像在问投资这个男人女人是会赚还是会赔。为了守护自己的阶层，求偶也最好要往上升，千万别往下滑。把人放在货架上，待价而沽，这对当代相亲男女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恐婚，但是忍不住谈论婚姻。智者不入爱河，如果非要入，也要严肃的分析，明智的计算。根据2022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21年中国15岁以上的单身人口约为 2.4 亿人。人们宁可单着，在相亲市场上长久观望，也不想贸然地要一个高风险的伴侣。这里的高风险已经不止于经济层面的上当受骗，它还事关生命、感情、尊严。很多时候，人们停留在相亲阶段，是因为对方拙劣的聊天水平使婚姻这件事显得空前滑稽。你看看哥帅不帅，刚练的腹肌没人摸，从醒来的那一刻起，想你的一天就开启了。这些发言令人迷惑，像一场似有若无的性骚扰。社交媒体上每天都有因为相亲而下头的案例展演，而女性主义话题的崛起，让长久埋藏于部分婚姻中的不公，比如家务重担、情绪劳动、语言霸凌等事实也不再遁形。拥有浓重父系社会习性的男性很难再被快速信任。再往前推，社会新闻报道早就比相亲分析师更深入地识破了一个人所能隐藏的样子。亲密关系这个词变得讽刺，每个人都看到它有可能会突变成背叛，甚至是残暴。恐婚并不单纯是一个挂在嘴边的流行用语，它背靠一个又一个关于家暴、谋杀、煤气灯效应的案子而形成。钱钟书口中的围城在人们心里越来越具体。2022年的结婚登记人数跌破了1986年以来的最低位，只有 683.5 万对。不过讨论婚姻的声量没有减弱。对于这件事，人们的态度是既想从中抽身，又想深入谈谈。井喷的恋爱综艺给几十万观众架起摄像头，从婚前
已婚一直谈到离婚之后。在搜索引擎上筛选爱情、婚姻、家庭类别的电视剧，数量丰裕的片名快要重叠了。从早期的《中国式离婚》、《王贵与安娜》、裸婚时代、婚姻保卫战、双面胶，到如今的《30而已》、我的前半生，婚姻当中始终有千万条沟壑等待被描摹，说不清道不明，却依旧矛盾地吸引人。婚姻没有办法被粗暴的二分法来定义，比如出轨就是绝对的恶劣，或者离异就是某种程度的失败。它太复杂了，以至于我们同样无法断定，自由恋爱就天然的比冷酷算计的相亲更美妙。在前段时间疯传的文章《我妻之死》中，一个毕业于北大专题法学系的丈夫用5000多字的悼文来纪念妻子，就跟传统语境里夸赞母亲伟大一样，他夸她聪明、勤奋、认真，不怕吃苦。这些字眼变成了一位好妻子的组成要义，既可以为了家庭回国，也可以为了家庭再次从头申请、考试、读书、出国，还可以为了他在群租房生孩子。在他的疼痛和哀悼中，围观的读者依然可以辨认出这位妻子的牺牲。对围观的网友而言，这和事先掂量着对方的家底而强硬凑合的婚姻相比，没有孰高孰低。涨粉之后，相亲分析师开始建起收费学习群，拿算计来假装爱意，这种事情并不算十分稀奇，因此才有某宝恋爱脑骂醒狮这类的产业被养活。花点小钱是为了避免在爱情里折损更巨大的其他东西，由此衍生出的相亲分析师、婚恋直播间、豆瓣劝分小组等等，都不过是人们在掉了太多坑之后产生的急迫而原始的自救冲动罢了。问题在于，相亲分析师如此分析，是否真能替大众躲掉伤害？希腊哲学家刘禅说，人把自己的命运抵押给被爱者。这是一个很浪漫的造句，但仔细想想，抵押2个字也是从经济活动变过来的词，相当于一个人在抵押彻底交付之前，本就明白另一个人身上有大量的变数，只不过这个变数并不取决于相亲分析师用粉笔着重圈出的那几条硬件。决定性因素从来都不是车、房、存款、身高、学历，而是复杂的人性，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这个复杂也许造成了小黑板上糟糕的条件或优越的筹码，但我们没有立场用3分钟去判定一个人，就像高学历并不意味着绝对正直，而月入5000元也未必能判定谁没出息一样。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尽管我们需要谨慎和理智，但更重要的是保持真诚和开放的心态。硬件条件如身高、收入、外貌固然是现实的一部分，但它们不应成为决定爱情的唯一标准。真正的爱情超越了这些表面的标准，关乎心灵的契合和彼此的理解。一个正确的爱情观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真诚与信任。建立在信任和真诚基础上的关系是持久而稳固的。彼此坦诚相待，分享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感受。理解与包容。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理解并包容对方的不完美是维系爱情的重要因素。爱情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接受并爱上对方的不完美。共同成长。2个人在一起应该共同成长，互相支持，在彼此的陪伴下变得更好，而不是因为对方而停滞不前。尊重与平等。尊重对方的独立性和个性，在关系中保持平等的地位，不因任何一方的优势而轻视或控制对方。沟通与理解。有效的沟通是解决矛盾、增进理解的关键。通过积极的沟通，了解对方的需求和想法，避免误解和隔阂。珍惜与感恩。珍惜彼此在一起的时光，对对方的付出心存感激。保持感恩的心态，能让关系更加温馨和谐。总之，正确的爱情观应该以真诚、理解、尊重和共同成长为核心，超越表面的条件，追求心灵的契合和彼此的幸福。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这样的爱情，并在爱的旅程中不断成长。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再会。